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郑金二。你们知道郑金二是谁吗？郑金二就是郑金一的弟弟。我染完金色头发以后，我以为我会像布罗利赛亚人，结果网络上太多的朋友说我跟郑金一大哥长得一模一样，真是荣幸啊！我跟你们讲，为什么我会染这个头发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去逛夜市，抽到了这个布罗利，然后就想，我以前看的布罗利好像比较小只，为什么布罗利越来越大只呢？然后它的项链什么一些特征怎么也都不见了。于是呢，我就去重新回顾剧场版《七龙珠超布罗利》，哇！结果不看还好，一看突然所有的回忆都满上来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想成为赛亚人的梦，然后就隔天就去染头发。对，隔天我就跟设计师说，我想要变超蓝，然后我就想说来挑战蓝色，结果尺度真的太高，却步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分享最近我抽到的哪些一番赏的公仔，然后呢，也跟大家分享抽一番赏的秘籍。一开始我们还是先看这只布罗利，这只布罗利在上一集开七龙珠的时候，它已经登场过了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一抽呢，我大概是抽了2张，因为我们的预算也是有限的，我不是那种无限预算抽到中为止的那种。然后这只悟饭呢，那时候我印象中是西赏，也是2抽，原来它是超2的悟饭。超级赛亚人里面超2是非常稀有的，头发更竖一点，然后呢，它会加一点放电的效果。好，下一只西赏的悟吉塔，在百货公司里面好像快过期了，买2抽会送1抽，所以这个是3抽中的。而且那时候我就站在标签前面，我就看，我家好多七龙珠的公仔都有抽到，但是我就是没有抽到悟吉塔。我今天抽中它好了，下一秒它就中了。讲到这个悟吉塔呢，它是七龙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悟空它可以变超蓝，达尔呢它也可以变超蓝，可是呢，他们2只超蓝对上布罗利的时候，它一个超1的这种形态，它就可以打爆他们2个超蓝的状态。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呢，他们2个再次合体，他们这是第2次合体了。这一次合体呢是用姿势合体，合体以后呢，他们就会变成悟吉塔。然后变成这个状态呢，才可以跟布罗利打的势均力敌，有没有？这就是七龙珠里面应该算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悟吉塔它的特色呢，就是它的衣服有塞那个棉袄在里面，可能赛亚人也是会怕冷的。可是我跟你讲这个涂装啊，我这一支虽然是一般涂装，可是它这个阴影层次都有做出来，然后肌肉的雕塑也是非常的好，难怪有一些人虽然抽不到，还是喜欢上网去买。七龙珠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同样是这个脸，那他要怎么卖你100只呢？它就是有这样子的啦，这样子的啦，这样子的啦，各种你看起手式，就是它会有很多种起手式，你就可以同一支 IP 卖一辈子。可是呢，身为七龙珠迷，我们就动没掉，只要是他们出，我们就想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下一位，那下一支又是 A 赏。我觉得我们开箱的画面就不要拍了，我等一下直接把它拿出来，不然大家会看得很累，因为一直拆。接下来登场的呢，就是一般的悟空，还有在七龙珠里面非常重要的弗利萨，这已经是进化完成的形态。可是我觉得他小时候比较可爱，刚出场的时候是坐在他算他的驾驶舱吧，他有2根脚，讲话很尖锐，可是他只要手指一比，他就可以打出很强的破坏弹。我还是喜欢他有穿盔甲的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比较帅。我觉得这样子的状态好像一个全裸的人啊。为什么他头上会有光环？有没有？在七龙珠这个故事里面啊，这些人都会不断的在战斗中死去，然后呢又会因为有特定的条件复活，反正就是会一直死，一直活，一直死，一直活。啊，这只就是最原始的悟空，纯黑头发，它的大小你看，虽然是不同套抽到的，它的大小其实是差不多的。那这一套的特色就是这个 A 赏会有2只。那这2只呢，我是怎么抽到的呢？就是有一次我去逛夜市，那一天刚好是情人节。然后我就跟董事长说，我家里都没有福利沙，帮我抽1只福利沙回来吧。然后就一抽中，就1张，还送1只悟空。对，还送1只悟空，而且我也没有这个状态的悟空，所以蛮刚好的。他们在做这个衣服层次的雕塑也真的是蛮厉害的，
这真的是太专业了。然后他们的鞋子有绑一个这个草绳，有没有？这都有精致的把它还原出来。我觉得最奇怪的事情哦，就是他们打架的时候衣服都会破掉嘛，露出上半身。那为什么屁股都不会破？为什么其他地方都不会破？都会破在刚好很帅的地方。接下来呢，最新的就是全家限定一番赏七龙珠剧场版第一场贝吉塔公仔，这个之难抽，你知道吗？它的难抽不是说不好抽到它，是每次我去全家的时候，几乎都被抽完了，就是你连一抽的机会都没有，然后你就要等到下一套才有机会去抽。印象中，因为我很想要得到它，所以呢，我大概抽了5抽才中，这个几率是比较低的。然后5抽才中几率比较低。对啊，几率很低，5抽中一只，在我的世界里面几乎是没发生过的。这个是赛亚人王子，他非常的有自信，比较有傲气，所以呢，他曾经一度在寻找传说中的赛亚人，他要去跟他对打，然后证明他是世界上最强的赛亚人。结果就是布罗利，虽然他们都是大眼睛、小鼻子、小嘴巴，可是呢，却可以从头发辨识出他们是不同的角色。这个设定其实也蛮厉害的。反正达尔的老辈就是贝吉塔王。那还有一个比较值得一提的，就是在我小时候，我觉得世界上最帅的赛亚人是谁？你们知道吗？特南克斯，他有背一把剑，然后穿一个蓝色外套，然后他的头发是中分头，对，中分头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也很向往成为那么帅的帅哥，那就是他儿子。然后他儿子从未来去找他们。七龙珠的故事太多了，有兴趣的朋友你们上网看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进入下一盒。这个也是七龙珠超系列的，可是他为什么穿得这么复古？反正我的历史线已经乱掉了。我小时候看到的达尔没有错，还有尾巴，他的这个尾巴还缠在他的腰上。那为什么后来他们就没尾巴了？对啊，为什么后来没尾巴？我已经忘记了，这个可能要去翻七龙珠的历史，为什么尾巴不见了？不用啊，就是为什么赛亚人后来没有尾巴？不是这一集的重点，但是知道的网友对知道的网友跟我们讲一下，我真的忘记了，我已经是一个40岁的老人家了，不要去考我小时候10岁的记忆好吗？对，我们看过的卡通太多了，哇，这一个很好因为啊，它的耳朵是做独立的零件，就是这个耳朵是可以拿下来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探测器，这个我一直想买，一直没有买。当赛亚人装上这个探测器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知道对方的战斗力有多少。所以他们很多赛亚人都会挂一个这个。然后这一套装备我印象中是比较古老的他们的赛亚人服了，身高跟比例就不太一样。哇，那时候的发际线，达尔如果是光头的话，这个头要有多大？但是还是很帅。好，下一只。那接下来呢？这一只就跟达尔是同一套一番赏。那时候我们去吃晚餐，然后就先去玩具店买了2抽，然后我就一抽，又是中 A。结果董事长另外一张，他说OB 耶，1A 1 B。然后店员就说这一套最有价值的就是这2盒了。对，店家直接爆套。但是还有啦，他们还有很多小奖可以去抽，大家欢迎过去。小奖是什么？就是那些什么，反正是什么毛巾啊，那些什么的。你上一集说那很有用对啊，那超有用的啊！我都想抽到那些资料夹、毛巾啊、杯垫啊，做纪念，我都抽不到。你现在都不知道抽到那个的感觉是什么？我都想要上网买，人家都上网买公仔有没有？只有我要上网买那个。哇，这只好壮哦！你们知道它的英文名字叫什么？Lampa 是赛亚人的贵族，然后他以前是达尔的手下啊。这个不是那个谁吗？演水行侠那个叫什么？再查一下啊，徐锦江啊。徐锦江如果是赛亚人的话，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吧。这一套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个探测器。这个探测器一个小小的东西上面要涂装4、5个颜色。这个光头也是雕塑的栩栩如生啊，就是很有光头感。上面还有皱纹，然后它这边奶蕊，这个平常姿势应该是没有很注意，脖子的骨骼不太对。然后它的手部，我最喜欢他们手部的表情，就它的这个骨骼啊，全部都把它很精细的把它雕出来。然后雕出来以后呢，它还有雕出这个皮肤这种一层一层一层的这种感觉。然后呢，他们的内裤啊，屁股这里要开一个洞，让尾巴伸出来，然后这样子绕一圈，然后就可以当皮带。
像我现在也是出门要把我那边绕一圈当皮带，很困扰。这个是怎样？3寸金莲哦，它的脚也太小了吧？怎么这么可爱？不过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个重量感还有这个气势，这在路上遇到这种体格的，我都不敢跟他讲话。好，所以这一套就是2张，一张中 A， 一张中 B。哦，怎么这么多啊？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七龙珠抽中。那因为我抽中的实在太多了，这个不同系列的我们就下次再看，真是太多太好中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算一下，我们当时到底花了几抽中了这些东西。布奇塔3，布罗利2，然后这里6、7，这个5、12、13，所以13抽，13抽我们中了1、2、3、4、5、6只。抽一番赏对我来说，它的几率大概就是50%上下，就是我每次抽2抽，然后大概就会中1只。我觉得那些抽不中公仔的，我也觉得很纳闷。等一下，赶快剪掉。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很好奇，一番赏要怎么抽比较容易中？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抽一番赏的心得。第一个呢，我觉得抽这种东西就是水洗，不是水洗裤子的水洗。我们一次呢就是去抽2张，那这2张呢，我们就想说，中1只就好。不可以贪心，不要一次中2只，我们中1只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我们就中个手帕、杯垫啊，帮大家分担一下这个几率。所以你第一个，你一定不能很贪心，你一定想说我2张中1只就好了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很明确的在心里面想，我想抽中的是什么角色，你不能说A B C D E F G 每一只你都喜欢，你只要让我中1只就好。这个时候你的信念没有非常的坚定的时候，一番赏之神就感觉不到你要怎么抽，然后他要什么奖品给你，他是感受不到。你一定要很用心的说，我要布罗利，我要布罗利，我要布罗利。还有下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拿最上面2张。你知道那些卡片啊，他们是经过了多少次的摇晃，然后才好不容易跑到最上面给你。这2张就是已经有公仔，我每次都是拿最上面2张，你还手下去这样拉，然后拿那最下面的，人家就很努力的力争上游，跑到你前面跟你说我就是公仔，你就抽我吧，结果你还把它拉掉。好，所以很多人抽不到就是这样。看你真的很会讲一番赏之神。还有一个秘诀就是，你绝对不可以专程去抽一番赏，就是你一定要是路过刚好看到，刚好口袋有500块，啊，抽个2抽。你不要想说那一套有什么，我们就特别去抽。比如说最近全家不是有那个很帅的那个布罗利，就是那个爆青筋那一套。如果说你要特别去抽，然后一次又超过5抽又不拿下面的话，你可能会出现超级连续共估的这种几率。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就带大家去抽看看。来一张。没中。A B C D E， 哇 ，A B C D E 都可以啊，不强求。感觉是不妙的。会是 A 吗？应该是哦，我 F 了。你看，我就跟你们说吧，要拿最上面2张，不要一次抽超过5张。我们已经连续14共，我今天终于看到这个叫做，看这个还不是资料夹，这个叫插画板。我竟然可以有这么多的插画板。我那时候染了这个赛亚人的头发，我想说顶着这一个这么有光环的头发，一番赏之神会更眷顾我。然后结果你看去了那个店里，我想说那个店员会说，店长，那个有一个超级赛亚人，把我们的超级赛亚人 A B C D E 都抽走了。殊不知是郑经义，殊不知是一个阿伯，然后抽到很多资料夹。
连14共，80抽有6只公仔，这个几率怎么可能会有14共？那还有更扯的，我想说，好，手气不好，我就叫朋友去抽，结果他要抽8抽，连22共，连22共估，这个几乎在统计学上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前面到50%的中奖几率，接下来是100%不会中奖的几率。啊，我们真的是那个超越几率的那个男人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小奖好了啦。我第一次看过这种东西耶，原来大家抽到杯垫的心情是这个样子。你不要看那个杯垫很帅好不好？乌吉塔还帮你做分色，布罗利，你看，哎呀，弗利莎他哥这都很稀有啊，很稀有，至少在我们这个不要流眼泪，在我们这个摄影棚里面是很稀有。神龙神龙可以许愿哦，你看钱包啊，哦，这不是钱包，Oh my God，OMG 啊，这侧背包哦，那还不错。饮料袋啊。老哥啊，请问一下，我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东西啊？这个就是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啊，要带斜口钳啊、砂纸啊，去帮大家上课有没有？你看这边这一袋就斜口钳跟砂纸，然后这一袋就装一些雕刻刀。也不错啦，每一个都是人家精心设计的。我从今天开始，这是这个系列最后一集了啊！我看起来我们只能退出一番赏。这一集我看大家看得这么辛苦那我们再送一只公仔给大家，好吧？送来一只，我还要送他送帅。我们送布罗利的杯垫哦，2选1，要不然我剪刀手布啊，我赢就不要，我送乌吉塔。布罗利很难抽，布罗利超难抽的。乌吉塔这一集就送乌吉塔给大家。好，还要怎么送？一样。我跟你讲，以后我不要去那个什么抽奖程式，麻烦死了。以后你们就在 YT 下面的影片下面留言，然后我们就挑一个我们最喜欢的留言，这样多干脆。好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点阅跟订赞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有一日咱若老，找无人甲咱友好，我会陪你。坐点医疗，听你讲少年时阵你有偌缘投，食好食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。你的手我会甲你揽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阮将青春嫁予恁兜。阮对少年，甲你对到老，可以了吗？